概15分钟就可以打包完，就是29寸的行李箱。一次准备完之后，2-3年不大需要重复的准备一样东西，可以直接准备4大袋。它就是这样子的挂钩式的。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，像有些东西它就是不能被重压，你可以去买这种小盒子。这个如果是硬的壳的话，它就不会被重压。有这个分装瓶好像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感觉你要制造垃圾，好像多此一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ki。每一次出国要打包行李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非常头痛？可能要花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或者是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但是偏偏呢，就有人10分钟就可以打包完。到底要怎么样做呢，才可以节省出国打包行李的时间？今天影片呢会跟大家做介绍，我自己在收行李的时候呢一些小 tips。一次准备完之后呢，就可以2-3年，你基本上不大需要再花时间重复的准备一样东西，剩下就看你去的时候当地的气候是热还是冷，那你衣服的部分呢再另外打包就好了。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会帮大家节省一下这个以后收行李的时间，大概15分钟就可以打包完，就是29寸的行李箱。我在资讯栏的部分呢也有放一个连结，行李的准备清单，那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出来，你也可以呢就直接用数位板，然后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呢一个一个看，它就是有分衣物，然后日常生活，然后行李必备等等的。因为是怕有些人会有一个强迫症，或是很怕自己漏勾掉什么东西，所以呢我还是放了一个就是 PDF 档，这个是永丰银行他们做的一个 PDF 档，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那如果说呢你们也是近期或是今年已经有准备要出国旅游的话，不妨呢就看完今天的影片，可能也对你们会有所帮助。那在开始影片之前呢，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我的 Instagram， 那边呢都会分享一些日常生活大小事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一起整理行李吧。首先呢，我觉得打包行李其实就分2个区块，你的托运行李，还有呢随身携带的这个包包就是你的随身行李，因为它就是要放在不同的地方，所以我一开始就会先区分开来。如果说呢想要知道就是我的随身行李大家都带什么样的东西的话，可以去看我另外一支影片。去年在日本旅行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分享过，就是 What's in my bag， 我的随身包包呢到底都带什么样的东西。我的里面真的很简单，我是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。钱包的部分来讲的话呢，这个是我特别准备给出国用的。最主要我觉得要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直接摊开的实质零钱格。我们出国的时候对当地的币别不是很熟悉，零钱就又更难找了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是这样子直接摊开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一目了然，很大的面积可以直接去看。然后它分隔2层的部分，前面是放纸钞，后面我会放旅途中买东西的时候的收据。当天回家之后呢，再一一的核对一下。那这边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放一些你自己的信用卡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行动电源的部分，我之前有开团过墨子的行动电源，那它还蛮简单的，就是它是直接可以插电就可以直接充，而且它也不用再额外的带线，它其实就有 Type-C 的线，然后也有 Light 的线，它这边也有支援无线充电，只是没有到很快。口的话呢，也有 USB 口，还有 Type-C 口，都还蛮方便的。这边可以把它推开来。好，然后你的手机，如果你出去，你手机就可以直接放在这边，可能看点什么影片，看我的影片，然后一边吃饭之类的。一定会带的是这个食用级的酒精，因为有些地方啊，它的那个餐具不一定很干净，那所以我通常都会用这样子的，把那个餐具就擦一遍，那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吃东西。然后还有卫生纸，就一定必备要带的。拍摄的器材，我们是 YouTuber 嘛，所以就是要带器材。那如果说你们没有的话，可能平时会带个手机啊、相机等等的，就往里面塞。然后我都会习惯带一只娃，就拍照的时候可以一起入镜。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小习惯是，我会带一些平安卡之类的，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对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会额外再带，除非你是平时就真的带很小很小包包出门的，不然我会建议就是你们去买的时候就说至少 iPad 的大小，基本上就超级够用的。这个其实在 What's in my bag 分享比较仔细一点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就是再看那支影片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是要打包比较多人会花很多时间，就是托运行李的部分，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准备4大袋。
你分隔并且准备完之后呢，不管是国内外旅游，你都可以直接无脑式的丢到行李箱，再带几件衣服就可以直接出门的。4大包是哪4大包呢？就是第一个化妆包，女生就是还蛮必备的。而第二个呢，就是挂吊式的盥洗包，这个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用。第3样、第4样呢，我把它称为是室内用品跟室外用品。所谓的室内用品这一包呢，就是可能我们洗完澡，然后或是每一天在睡前啊什么的，在饭店会用到的东西，然后我都把它变成是室内包。第4包呢，就是室外包，就是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呢，补充品从里面拿东西的话呢，我全部通通都把它集中在这就叫做室外包。首先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化妆包里面是放了什么样的东西。细说的话，我只会说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能可以入手的东西，就是这一罐就是资生堂的，这个是持久粉底液，它有分2种，一个是这个玻璃瓶的，然后一个是雾面的瓶装。其实我2罐都有买，对，然后这一罐是紧致，然后保湿。我是觉得干肌的人还蛮适合的，因为我是干肌人，可能已经18个小时过后回到饭店，我在卸妆的时候，在浴室看我的脸，哇塞，这个颜色持久度超级好，它居然不会暗沉，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推这一罐。再来的话，我觉得比较特别要跟大家讲的话呢是这个，那我是那种无脑式，我不想要在这个小东西上面花太多的时间，所以呢我就会直接带这种比较多颜色的，你可能饭店不一定离镜子很近，我就会习惯就是带这种有附带大镜子的这种眼影盘。反正呢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习惯性的化妆品，所以你这个化妆包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一些备用品，然后不是很常用的往这边放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啊？就我还蛮常尝鲜的，所以我可能譬如说光睫毛膏我就有4、5罐，可能没有很常用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放在我出国在用的这个。所以其实就算你要直接旅游的时候，你也可以不用再整理你的化妆包，你就可以直接拎着这个出门了。4大神器的第2个就是垂吊式的盥洗包，它就是这样子的挂钩式的，洗手台上面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挂毛巾的都好，它就一定会有一个空格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挂上去。像我这边会带一些紧急用品，像是指甲剪，这个是口内膏。出国的时候我常常嘴巴会破洞，因为我可能是睡眠不足，然后还有这个 OK 绷，就是以便不时之需。我里面还塞了很多，像这个是压线棒，然后还有呢，我出国一定会带一个，这个是随燕的耳塞，几10块而已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用的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的饭店隔音效果好不好。然后中间这一栏的话呢，我是放这个化妆棉，对，旁边这一栏的话呢，我就放这个棉花棒。下面这一栏的话呢，我就会放超多的旅行用品。这个是我如果说在洗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头发直接这样用上去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而且它是很有弹性的，其实你不管怎么折都 OK。然后在里面的话，就会是你卸妆跟洗脸还有保养要用的东西。我头发好乱了。然后就是这个眼唇卸妆液，之后如果要拍公共赏的话，这个是绝对是第1名的。人生到现在应该至少有用过40、50罐以上了吧？用了其他的品牌之后，还是觉得这一罐是最好用的。除了眼唇卸妆之外，我还有这个 Shiseido 的这一罐。那因为我是干肌人，所以这一罐是比较保湿的。这个大小其实基本上10几天的油量是够的，5天4夜至少用3次吧。那我也有绿色的柚子绿色的那个卸妆油，也是旅行包，也是这个大小。其实我拿到那3、4组，我觉得我可以拿来抽奖。那大家影片要看到最后，好不好？然后卸完妆之后就要洗脸嘛，那这也是 SK2 就是送的旅行组的，就是赠品。对，好，然后洗完脸之后呢，就是要开始保养了嘛。第一个我会用 SK2 就是青春露，因为出国的时候天气变化大或是怎么样，你疏于保养，你就很容易泛红。那我就会用这个，推荐过蛮多次的，这个是倩碧的水磁场。它好的地方就是说里面有芦荟，它可以让你现在就是泛红啊或是痒的这个状况舒缓非常的多，而且它的保湿效果也很好。你在化妆水之后一定要就是擦一层这个，就是你一定要带那个你常用的保养品，你才不会出国的时候肤况变得很可怕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眼霜、这个发油，带这个修眉刀、舌苔刷、身体乳。很多人现在都会说就是可以带这种分装的袋子，
除非你是习惯带这种150ml那样子大罐的东西，不然的话，其实我根本就觉得有这个分装瓶好像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我这个里面的容量，或是我这个里面的容量不需要用到那个袋子里面啊，感觉很像制造垃圾，好像多此一举的感觉。饭店不管有没有，我就习惯用我自己的牙刷，因为我有时候去韩国 Airbnb 还是什么的，他们其实不会附牙刷跟就是牙膏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洗漱的盥洗包。第二个、第三个跟第四个，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的室内包跟室外包。好，室内包我先分享一下，这就是在饭店你不用带出门会常常用到的东西，大概有3、4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每天晚上洗完脸，然后洗完澡之后呢，会在饭店用的就是这个面膜，我是习惯用水洗式的面膜。还有呢，就是在饭店一定会用的，就是我每天晚上都会用这个蒸汽眼罩。如果透光性很高的话，你可能会休息不是很好，因为我是要全暗才可以睡觉的人，所以我都会戴这个蒸汽眼罩。像我这次去日本有浴缸，那我就会把这个带着。泡澡的粉、泡澡的温泉粉，我有蛮多种的。因为我在台湾是没有浴缸，所以我就还蛮珍惜可以泡澡的时间。还有就是这个胶原蛋白，那其实就是看你们自己平时就是保健食品的话，也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包里面。然后还有这个修足时间，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走很久或很多的路。惯用的梳子，因为我有刘海，所以我一定要用圆梳。再来室内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雨伞，但我这一次呢会有下雨的几率，所以我就得带这个进去。那以上呢，这就是我的室内包里面的东西构成。好，再来呢，第四个最后的神器就是这个室外包。那它其实就是你的随身包包里面的一些就是备用品，像是很多很多的卫生纸，像刚刚的那个酒精湿纸巾啊。我还会备用一包在这边，如果冬天的话，就是有带暖包。我口罩也会放在这个室外包里面，然后还有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的吧，就是隐形眼镜，还有护垫。对，这就是室外包的组成内容。再来就是一些其他用品了，除了衣物之外，还有比较多人会用到的东西呢，就是这个电器包，就是说充电线啊，然后不同头的这个线。但是用品的话，我都放在里面，它是有分隔蛮多的。这个袋子也是49块，就是大创的。像有些东西它就是不能被重压，我们可以去买这种小盒子。这个如果是硬的壳的话，它就不会被重压。我里面是放耳环，我一定会带的是就是肠胃药。有些人会便秘，会拉肚子。就是水土不服之类的。我自己超级吃习惯的是表飞明的肠胃药，可能会以备不时之需的话，可能也可以带一些药品在身上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，就是像我的拍摄用品包，相机的电池，那备用电池，相机的小脚架，对，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支架，麦克风，对，再来是记忆卡，那这是。我额外会再带的就是衣服类型的，我还会有一个分隔袋的话是这个，这个里面就是会放发热衣、袜子，还有内裤。因为我以前也常常会买那个免洗内裤，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市面上的免洗内裤，我每一次穿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不习惯，还是他们的那个材质没有很好，没有很透风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这几年我就自己也带，就是自己的内裤。这两个是内搭裤子，有。很刷毛，就很厚的，然后也有比较薄的，白色跟黑色，它是发热衣上衣的部分。因为其实冬天啊，你们要去雪国或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的话呢，最重要的保暖物品就是这个发热衣跟袜子之外，还有就是头跟耳朵、脖子的部分。像我是有戴这种的毛帽，然后还有这种比较有造型式的，再来就是这种贝雷帽。那我自己习惯是戴比较多不一样造型的帽子，脖子也很重要，所以一定要戴的是围巾。手的话呢，也不要冻僵了，就是手套也一定要戴着。这些就是我的保暖神器。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光脚神器的那种感觉。这个虽然是光脚神器，可是它其实是还蛮明显，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尴尬。但是为了要保暖，一定要
穿裤啊，珍惜生命，好不好？就是下半身的话，其实我要嘛就是像这种的短裙，再来就是像这种比较厚，里面有一点小刷毛的裤子。可是呢，因为它是宽裤，所以它一定会灌风进去。那你里面就可以穿那个发热的那个发热裤，或者是你穿光脚神器，这样呢就不会冷的。有些人说会穿羽绒衣，然后要把那个真空的那个压缩带还是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羽绒其实它羽毛经过压制，再把它松开之后，它的那个保暖效果会有点略差，所以我个人是能不用就是压缩的我就不用，我就直接穿着。我今天只是单纯分享就是我自己打包行李呢惯用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见仁见智啦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以下分享呢，大家都可以搭配行李的打包清单一起看，一样放在资讯栏给大家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未来呢，大家打包行李的速度呢就可以越来越飞快，10分钟快速的出门。那最后呢，请不要忘了要帮我把影片按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呢，给你所有喜欢出国旅游的朋友们，还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是 Niki，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